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胡歌李沁同框氣場拉滿，人間有味初見認不出真容，這組合能否再創高分？胡歌顛覆形象，化身市井小掌櫃，搭檔李沁演繹煙火氣愛情人間有味，用油鹽醬醋的真實感碾壓懸浮劇套路，這才是觀眾渴求的過日子式國產劇。最近內娛真會玩，剛刷完《人間有味》的最新路透，我差點沒認出胡歌，你敢信？滿屏鍋碗瓢盆，油星子和素襯衫，那種接地氣的勁兒，讓我一度以為哪個路人甲突然翻紅了，結果定睛一看，嘿，還真是咱們的頂流胡歌。再搭檔李沁那個溫婉的跟老北京胡同春風似的姑娘，這組合不是硬炒 CP， 是自帶夫妻香的天作之合。今年都市煙火劇圈，這波未播先爆，誰還敢說一句不字？其實照現在的都市劇套路，多少都離不開精英光環和懸浮濾鏡，可人間有味反着來，把故事定死在老北京飯莊萬堂居裡，一股子熱氣騰騰的生活味道撲面而來。胡歌演的樊大成，本來是資本市場裡叱咤風雲的交易員，卻偏要放着光鮮外企不幹，回頭繼承家裡那家快倒閉的小飯莊。你說諷刺不？多少頂流搶着演霸總，他卻甘願披上油漬圍裙下廚守店。資本逼他改快餐，他死活不肯妥協，老夥計各種情緒，他一個個安撫過去，老菜新做法，他天天琢磨調整。這種小人物掙扎，傳統與現實拉扯，比那些浮誇劇情扎心得多。更妙的是李沁，他不是那種只會站男主身後的小白花，而是能跟他並肩扛事的同行人。後廚試菜，前廳招呼客，關鍵時刻出謀劃策，兩人的感情全藏在鍋勺碰撞、深夜熱茶裡，沒有尬吹，沒有狗血，也沒有那種工業糖精式齁甜。說到底，就是普通人過日子的煙火氣，看得讓人直呼親切。最炸裂的一幕，其實就是第一眼沒認出胡歌這梗。現在多少頂流恨不得每幀都開10級美顏，就怕濾鏡碎了掉粉。可胡歌偏要卸下包袱，讓自己變成油膩膩、市井氣沖天的小掌櫃，那種疲憊和沉穩全寫在眉眼裡。這不是演技，這是把自己活成了角色本身，不端架子，不裝清高，只剩一個凡人在瑣碎中負重前行。所以網友直接炸鍋，第一次覺得明星和我一樣累，終於不是高冷霸總臉了，這才叫好演員，不靠流量遮羞布。雙引號，說白了，現在不少劇組選角就是為了熱搜堆顏值，明明與角色三觀八字不合，還要硬蹭 CP 感。你以為觀眾都是瞎？那些工業糖精式愛情，再怎麼炒作也撐不起真實煙火氣。而人間有味選胡歌配李沁，這才叫良心操作，一個沉穩內斂，一個溫婉堅韌，站一起就像老北京巷口守店過日子的夫妻，舉手投足全是細節和故事。網上關於這對組合的評論也很真實，有人說再也不想看懸浮戀愛劇了，就想看點靠譜柴米油鹽。還有人調侃胡歌終於肯放下頂流身段，不再裝深情霸總，也算給自己洗洗牌。甚至還有老粉翻出10年前採訪，說他那時就憧憬演接地氣小人物，如今算是圓夢。有趣的是，同期其他幾部所謂的大制作，還在拼命堆特效，炒緋聞人間有味，靠路透照和生活感直接殺瘋平台榜單，這就是實力碾壓虛假繁榮。其實娛樂圈最怕什麼？就怕明星被標籤捆死，只肯演高光角色，不敢貼近市井生活。但凡有人敢破圈，都能收穫驚喜反饋。比如當年周迅下鄉拍《紅高粱》，王寶強從農民工熬成影帝，這些案例早就證明了一件事：
觀眾永遠吃生活的真實感，而不是套路化包裝。再說回李沁，他這幾年其實一直在找突破口，此次徹底褪去清冷濾鏡，把角色演進骨子裡，遞茶、記賬、安慰男主，每個動作都像真正在過日子，不用喊台詞都有戲份。這種細水長流，比起轟轟烈烈反而更抓心，看得出來導演組也懂分寸，沒有強行撒狗血，而是真正把市井百態搬上熒幕。所以我常常想，現在這些動輒賣爆款標籤的新劇，到底為誰服務？網友要的是共鳴，是在別人的故事裡照見自己的無奈與堅持，而不是一群俊男美女尬炒虛假浪漫，更不是資本流水線批量製造的糖衣炮彈。人間有味這一波操作，可以說狠狠打了那些虛假 CP 和工業偶像劇的臉，用煙火氣3個字重新校準了國產劇的人情溫度計。由此可見，好演員不是靠濾鏡糊臉，更不是靠話題炒作保流量，而是能卸下全部偽裝，讓角色走進尋常百姓家門口，讓你隔着屏幕都能聞到鍋裡的香味。這才是影視行業該有的敬畏與清醒，也是我們這些老娛記還願意蹲新劇超話的理由。最後回頭看看胡歌和李沁，一個把頂流光環藏到灰塵裡，一個把溫婉堅韌揉進鍋碗瓢盆，他們聯手守住的不只是萬唐劇的一桌飯菜，更是這個時代普通人的尊嚴與夢想。不管劇情怎麼翻車或者逆襲，有一點可以確定，只要還有這種真誠搭配，國產劇就不會只剩空殼笑話。2. 這配置誰不羨慕？胡歌新劇太狠了，前有楊紫，後有李沁，誰能想到，到了胡歌這個年紀，依然能與一眾年輕的女演員合作。他剛剛和楊紫合作完，轉眼新劇又與李沁搭檔，成為了這些小花們的男主專業戶，實在令人羨慕。他的女主運簡直好得令人發指，真是讓人忍不住感嘆，太幸運了。2026年，隨着央視大劇片單的發布，胡歌憑借2部重磅劇作《生命樹》和《人間有味》再次霸屏，迅速成為了影視圈的定海神針。不光是因為他作品的高產，更是因為那運氣爆棚的天選女主運。在剛剛與楊紫合作過的劇集裡，他與她演繹了動人的師徒情誼；而在新劇《人間有味》中，他與李沁共同回溯初戀時光。這種頂級的搭配讓人不禁感慨，真是活久見。大家誰懂這種感覺？尤其是在內娛圈，每到年底總會有一波 CP 的狂歡。而今年的主場似乎是胡歌和李沁這一對首次合作的實力派組合，光憑一張合照就把年代感 CP 的氛圍烘托到極致，網友們紛紛讚嘆，這就是從90年代老北京胡同裡走出來的真人 CP 吧。再來看看這對神仙組合的造型，胡歌的形象變化也非常引人注目。摒棄了《繁花》中的寶總造型，他現在幹練的寸頭配上深色大衣，腰間還別着一把道具菜刀，站在萬唐居的牌匾前，簡直像是剛從後廚出來的90年代餐館小掌櫃。那種濃厚的煙火氣息，仿佛能溢出屏幕。許多粉絲也調侃，從荒野厲風到灶台戰神，胡老師的轉型 DNA 真是刻在骨子裡了。而在這部劇中，胡歌與李沁的配合，直接讓網友們的期待值飆升到天花板。畢竟，胡歌不僅擔任了男主角，還提前3個月扎進後廚，與非遺大師學習片壓技巧，練得手上磨出了老繭，堪稱角色瘋魔派的代表人物。李沁則是首次挑戰海歸女廚師的角色，為了這部劇，她提前2個月就開始練習切菜、顛勺，舉手投足間都透露着專業範兒。看到胡歌現場演戲時，李沁竟開心到失眠，二人之間的默契感更是滿分。除了胡歌和李沁，劇組的陣容也是豪華至極。白宇帆、楊采鈺、楊烁等青年演員強勢加盟，強強聯手，
打造出了一部群像戲，劇集的質感也注定封神。這部劇的開機現場更是刷爆了網絡，幾乎一一復刻了老北京酒樓的場景。胡歌親手寫筆記送給李沁，堪稱甜蜜滿分。開機現場的路透照更是打破了網友們的情感防線，青磚灰瓦的四合院，銅壺煮水的老灶台，這一切都讓人仿佛回到了那個年代。劇組還特地招募了真實的廚師當群演，讓那股濃濃的煙火氣撲面而來。最打動人心的，莫過於胡歌與李沁那段神仙互動。胡歌主動陪李沁對戲3小時，還手寫了28條表演筆記送給他。網友們都大讚這種專注於演技、沒有任何炒作的合作方式，簡直是內娛職場範本。此外，黃磊也親自下場指導戲份，和胡歌在後廚搭戲，二人之間的默契無懈可擊。黃磊在談到創作理念時的一句話：“拍的不是菜譜，是背後的人情江湖”，直接點透了這部劇的核心理念，格局瞬間拉滿。與此同時，胡歌在《生命樹》中的轉型也同樣讓人驚豔，他徹底擺脫了以往儒雅形象，變身為一位皮膚黝黑、滿臉絡腮鬍的藏族護林隊長。與楊紫的合作也讓人眼前一亮，兩人將展開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。這種強烈的反差感和劇本的扎實張力，預示着又一部年代劇的成功。對於楊紫和李沁來說，與胡歌對戲不僅是演技的磨礪，更是職業生涯的一次大跨步。胡歌的女主運背後，既是實力的體現，也證明了他獨特的眼光。畢竟，在這個流量至上的時代，演員只有通過扎實的作品，才能在演藝圈站穩腳跟，始終保持在資源競爭中的優勢。這兩部大劇無疑已經未播先火，他們已鎖定了年度熱搜榜的前列。我們所有人只需靜待這些好戲的開場。而正如大家所說，演藝圈不缺少好演員，但真正缺少的是好劇本。有一個高質量的劇本，才是吸引實力派女演員加盟的關鍵因素。這也是胡歌的女主運一直保持火爆的根本原因。所以，影視圈的現實很簡單，最終還是要看演員的演技和實力。這不僅決定了他們能獲得什麼樣的劇本，也決定了他們能夠與誰合作。這一切都是非常現實的。而對於胡歌來說，能持續保持如此優質的合作，顯然不是運氣，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實力與眼光的雙重勝利。等這部劇上線，我第一時間追訂了。說到底，人間哪有什麼大夢，不過是一碗熱湯，一盞清茶，一屋兩人相互撐傘走下去罷了。